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我很欢喜，在这个视频，我想和各位分享我们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因地发愿的故事。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所以，阿弥陀佛和我们娑婆世界的有情众生呢，有很深厚的因缘。那话说，在这个佛陀的经典当中呢，《无量寿经》其中一品叫法藏因地，这个就有记载着这个阿弥陀佛是怎么样的因缘去发愿的。就是在过去呢，生中有一尊古佛出世，他的名号是世间自在王如来啊，这是一尊古佛，世间自在王如来。他在那时候的环境呢，不断的宣扬这个菩萨道，以及发菩提心。那在那个国度有一个大国王，他叫世劳王啊，在他呢是主持那个国家的一个集权力、富贵种种于一身的这个大国王。他听到这一尊佛啊，在开示世间这个所有呢都是幻化的，唯有呢我们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终究证得殊胜圆满的究竟佛果，才能够真真实实的利益众生。于是呢，他觉得他当一个国王，真正能够利益的人也是有限。于是他起了很大的欢喜心，听到这一尊佛在开示，他就舍去了他的国家，舍去了他这个王位。于是呢，他剃发出家，就成为一位沙门啊，就是修行者啊，一位比丘，就在这一尊佛的座下。法号呢，就是名为法藏。他呢是心智非常的勇猛，而且具有非常大的悲心。他听到这个古佛在宣扬这个菩萨道，他去国兼王啊，就是抛弃了国家，把王位呢捐出去，就是让给别人去做，他不去做了，他宁可为一位沙门，跟这个世间自在王佛呢来修行。然后呢，他就跟这个佛啊说：“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他说啊，我现在发了无上正觉的心，我希望我能最终也能够成就一个佛道。希望呢，佛啊，你能给我开示吧，我一定会好好的顶戴奉持，如法去修行，拔诸所有这个种种六道众生的生死根本之苦啊，也让他们能够赶快呢成就无上正觉的佛果。所以那时候呢，他也就跟这个佛啊发愿说：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啊！而且呢，他还发愿，他说：当我成佛时呢，一定要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明智，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捐汝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那他这个意思含义就是说，他这个愿力非常的大悲大愿力啊，他希望呢，他的成佛，他成就了他的佛国净土的时候，所有一切的众生，不只是人道，各种道的众生，只要他有因缘，他只要能够对这个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升起一个向往的心，他们都可以来得生这个西方净土，来继续修学佛法。那在这个西方净土的基本的条件，
就是其中我们都知道的信愿行啊。那信呢，就是要深信真的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在那边能够接引我们啊，相信。然后呢，你要升起一个愿望啊，因为这个愿望就是一颗种子，你一定要种在你这个八识田里，种在你的心坎里，你一直都不断忘，你想要去得生这个净土。那行呢？因为在《阿弥陀经》也有念过，不可以少善根因缘得生彼国啊，这是这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你还是要发菩提心，行菩萨行，在这个世间呢，你要做所有你尽可能做去利益众生的种种事情，好，这才能够有这样足够的因缘善根，才能够得生西方净土。可是呢，这阿弥陀佛又具有非常大的悲心啊，他发了48大愿嘛，有很多很多的愿望。那呢，其中一个愿望特别呢，就是只要有一众生有情，在7日7夜不间断的持诵他的圣名圣号，不间断，非常非常专注前进，希望能够得生这个佛国净土，他呢还是可以得生彼国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殊胜因缘的佛啊。其实阿弥陀佛他早在久远劫以前呢，也已经都是成就佛位了。他呢还是倒驾慈航，你看还是继续在跟这个世间自在王如来，在他的座下继续在修学佛法，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终究呢，因缘成熟，他就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国净土。那时候呢，他就请示这个世间自在王如来说：“我这样子的发愿，佛啊，你觉得是否有点就是不太切实际呢？”但是呢，这个佛呢，就跟这个法藏比丘说：“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精力结束尚可穷尽。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啊，所以这个世间自在王佛呢，就跟法藏比丘鼓励说：“你这样子的发愿是对的，非常善哉善哉。”他就比喻说，这个大海的河水啊，如果有人一瓢一瓢的去把它舀，还是能够去最后能量出的大海的这个水量啊，精力结束嘛，就很长时间都可以穷抵。如果你发心求道，不断的不停歇的精进在法上，在这个利益众生上面，一定会有所成就，就是必定会能够成就最终的愿望。我们在这个部分呢，已经了解了这个阿弥陀佛的殊胜的因缘，他如何去发愿想要利益众生。我想我们应该要从这里呢开始去学习这个佛菩萨们他们在本愿因地当中呢发愿想要如何来利益所有一切的有情。所以阿弥陀佛在前生他也曾经是一个王子啊，也曾经是一个大国王但是呢，他也是一个人，他呢舍去一切，弃家去修行，舍小家去成就这个如来大家业啊。那由此而知呢，我们应该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应该要知道，学了佛之后，我们就应该要从当下现在就要去发这个心愿，因为这个心愿呢，这个愿望就是一个种子。如果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的话呢，我们是不可能够成就到未来的一个，就是自己也能够成就菩提佛果
啊，因为这是空谈嘛。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阿弥陀佛他是如何的发心发愿，我们应该就是要和他好好的来做一个学习啊，希望我们也能够以阿弥陀佛，以当初这样法藏比丘这样子深深发下了48大愿的愿力，来成就他的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呢，在后世可以利益非常非常多、无数无量的众生。那今天在这个部分做分享，那希望下次我还能够再跟各位分享更多诸佛菩萨因地发愿的本身故事。那谢谢各位，阿弥陀佛。